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罗斯击落乌克兰的雨燕141喷气式无人机。3月底的一天呢，基辅当局向俄罗斯的后方再一次发射了雨燕图141打击型的无人机，距莫斯科183公里、图拉35公里的时候失去控制，坠毁于图拉州基列耶夫斯克市的郊区。俄罗斯的国防部对这一事件呢进行了通报，说在图拉州展开的防空装备集群 S300、铠甲 S1以及土地21电子对抗系统为这一方向提供了可靠的掩护。其中，土地21电子对抗系统对乌克兰的打击无人机施加了影响，破坏了它的导航。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和自由媒体网站在3月27号分别发表亚历山大·博伊科和薇拉·热尔杰瓦的文章，详细的介绍了有关方面的情况。乌克兰的无人机呢不是自己坠毁的，电子对抗切断了它和飞手之间的通信，无人机未能飞抵目标就坠毁了。它的目标显然不是偏僻的小城。互联网上可以看到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地点的照片啊，它丧失了空间定位能力，落入郊区一位退休人员的菜园，然后发生了爆炸，形成了一个1人多坑的大弹坑。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呢，还震碎了附近多层楼房的玻璃，碎片波及周围8所房屋，3栋建筑物部分受损。有媒体问，为什么雨燕能深入俄罗斯领土如此之远？因为雨燕呢能够跨音速飞行，在俄罗斯上空飞行的时候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1000公里，发现拦截这样的目标呢都非常困难。俄罗斯不可能在边境的每1公里都设置防空系统和预警雷达。雨燕图141无人机原本是设计为侦察用途的，它按照预先规划好的航线飞行、拍照并返航，它还可以用作训练歼击机飞行员的空中靶机。乌克兰和他的美国朋友对无人机进行了升级改造，取消了任务侦察模块，重新编写了软件，安装了大量的爆炸物，用于实施单程打击。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很早就发现了这架无人飞行器，但并不是各地都部署有地空导弹打击系统，因此无人机在俄罗斯领空飞越了很远的距离，然后飞到了俄罗斯部署了地空导弹的地区，被击落。雨燕呢是前苏联生产的超音速喷气式无人机，速度达到每小时1110公里，飞行高度50米，和巡航导弹一样，具备地形匹配的跟踪能力。从1974年起，苏联的工程师就开始提高无人机的隐蔽性。这个雨燕机身的前部是由锡箔的复合材料制成的。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帮助下，对雨燕进行了升级。2022年3月，在哈尔科夫州生产的雨燕呢，已经能够突破北约的防空，飞越了罗马尼亚、匈牙利，并且在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的一处公园坠毁。因为上面没有爆炸物，而是安装了2个降落伞，这是特意安排的一次试验，北约验证其防空系统如何对雨燕做出反应。从1978到1988年，哈尔科夫工厂生产了152架雨燕，大部分留在了乌克兰。根据开源的数据俄乌冲突爆发以后，乌克兰已经使用了29架喷气式的雨燕，推测乌军呢可能装备了50到100架。前苏联时期还生产了950架航班无人机，其速度和航程呢只有雨燕的一半。有消息说，几十架航班无人机正在美军驻德国拉姆施泰因基地进行升级。俄军的土地21可以发现或同时跟踪数十个目标，这一电子对抗系统成功查明，抵御了无人机对俄驻叙利亚基地的大规模的袭击。俄乌冲突中呢，土地21表现优异，每天都在破坏乌克兰无人机的飞行。雨燕携带先进的电子设备，能够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的数据立即发送给美国的卫星。俄军指挥部一定会考虑对雨燕的重点针对和防范。上个世纪90年代在克里米亚试射的时候，图141雨燕躲过了乌克兰防空兵4枚地空导弹的攻击。S300抗击雨燕更成功一些，但只能在离目标比较近的时候进行拦截。看来这些经验今天都用上了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